嗨，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叫发芽，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全职艺术家。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我原创的艺术作品灵感也都来源于中国文化。我喜欢毛笔在纸上绘画的感觉，这让我更接近自己的心。这张作品画的是中国神话中精卫填海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炎帝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天，女娃乘着小船到东海游玩，不幸海上起了风浪，把小船打翻，女娃就这样淹死在了海里。女娃恨大海夺去了她的生命，从此她的灵魂化作了一只精卫鸟。精卫从西山叼来树枝和石头，投入东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发誓终有一日要把东海填平。这个故事最早记载来自《山海经》，上古奇书《山海经》包罗万象，充满奇幻色彩。我的很多关于中国神话的创作灵感也都来自《山海经》。非常荣幸，我创作的精卫填海这幅画被中国国家地理、中华遗产杂志作为代表《山海经》的一个神话故事刊登在杂志封面上。如果说创作精卫填海这幅作品是我送给中国神话的礼物，那以这样的方式和你相遇，则是中国神话给我的礼物。精卫填海究竟是精卫对大海的复仇，还是精卫对后人不要继续他的悲剧的保护？答案在每个人的心里。这样的想象空间充满了诗性的色彩，这就是神话故事让我着迷的地方。在绘画的过程中，我感受着精卫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对炎帝的不舍，对大海的仇恨，对目标的坚持。每一种情绪都顺着笔尖跨越了时空，从神话穿越到了现实中。这些鲜活的情绪也都在不同的时刻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感受每一种情绪的同时，也在想，这些情绪到底想告诉我些什么？Making our Christmas memories. I've been working so much lately, I can barely find the time to sleep. Yeah, I spend my time running around, keeping people pleased. But this is my favorite holiday. It's a chance to start over new, 'cause I missed you so I'm letting go of everything but you. These are the good times with you. Baby, this year it's just gonna be you and me. Hang by the fire and chill. Isn't this how it's supposed to be? Making our Christmas memories. Oh, and I've been longing to hold you close. Forget about everyone else. Isn't this how it's supposed to be? Making our Christmas memories. Oh,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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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oh,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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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oh,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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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Making our Christmas memories. I've been wrapping presents for you. I've been hanging marbles in the tree, and I lit my house with Christmas lights, so you should come back home to me.
轮转，四季变换，自然不会一直维持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季节，就像人的情绪不会一直维持在同一个频率。有了情绪就去接纳，允许自己开心，也允许自己沮丧。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看见，不要对情绪视而不见。人的情绪就像心跳，不会一直平稳，不会一直向上。当情绪处于高处时，就享受高处带给自己的快乐；当情绪降到低处时，就感受低处原本的样子。这些都是难得的生命体验。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盲盒游戏，每天都在拆着不同的情绪礼物。不要拿着一个礼物不放手，学会转念，不要在一种情绪里沉溺太久。《山海经》不仅记载着神话传说，奇珍异兽，还蕴含着山川河流、动物植物、民俗文化、医药物产、宗教祭祀等多个领域的宝贵资料。在《山海经·北山经》中这样记载：发鸠之山，其上多蛰目，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啸。《山海经》中描述的精卫形象和乌鸦相似，头有花纹，嘴是白色，足是红色。它常常用嘴夹着溪山上的树枝和碎石，要填平东海。它的叫声像在呼唤自己的名字。诗人陶渊明也曾写下“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诗句，赞叹精卫含着细小的树枝，要填平沧海的意志品格。故事中的发鸠山位于中国山西省长子县西部，海拔1646.6米。发鸠山雄伟壮观，仙气萦绕，山上的庙宇也大多和精卫有关。相传是炎帝为了纪念女娲所建，在此还有以精卫命名的精卫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风景如画，水天一色，是大自然赋予的美丽画卷。人们把神话与现实联想到一起，丰富了景观的文化色彩，也让神话更加栩栩如生。在创作《精卫填海》这幅作品时，我会沉浸到精卫被大海夺去生命的情绪中。为什么大海这么无情，要夺取年轻的生命？如果女娲游海的时候不是狂风骤雨，而是晴空万里，海面如镜，那故事就会从一种悲伤的情绪转到了喜悦的情绪中。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随着作品的完成，我想我与各种情绪和解了。情绪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不管是悲伤的情绪还是喜悦的情绪，背后都有可以收获的人生体验。悲伤之后，每一次喜悦都是馈赠，而因为有过悲伤，喜悦才会闪闪发光。